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爱神的箭射向谁？爱神的箭射向谁？”哈，来，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等一下给你一点时间做选择哈，然后记得留意一下，在不同的影片有相同的讯息出现哈。好，那让你们选，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那我们选好了，就开始来帮你捕捉新恋人的讯息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爱神的箭射向谁？哈，爱神的箭射向谁？好，那我们来用这组牌来帮你看一下哈。一样哈，我们每天都帮你捕捉恋人的讯号，然后你再看看在不同影片同样的讯息重复出现，这个蛮重要的哈。除了新讯息之外，重复的讯息也很重要哦哈，而且有可能更加重要了。好，来，我看一下，我怎么翻到这个？应该是翻到这个，没关系，我先忽略一下这个哈。你们之间的连结，我觉得还算遥远呢。他们有一个直接性的东西，直接在附近传送着哈。既然这一个东西已经翻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里好了。是有这边是说，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确实是会有很强的，或是会有特定的吸引力会出现啊。可是中间有很多的杂质，有很多其他的人，有很多的杂音，有很多的干扰。在我这边得到的第一个直觉讯息是说，这个人应该蛮多人喜欢的，所以在他出现的时候，你旁边的朋友或其他人可能会率先表达对他的喜欢，然后你就会无法自然的也表达你对他的喜欢这样子。可是这一份吸引不是只有你对他啦，其实你们是相对的，但是中间应该会有一些关系上的人跟人的关系上的阻碍，所以即便他很喜欢你，也很难立刻表达出来。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一个路径不顺，这里的路径挡了很多奇怪的东西哈。这个我要把它先看一下。然后，对于这里应该还有一些我可以知道的东西，我直接把它看完好了哈。先把这里看完。其实你们两个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应该会有互相喜欢的感觉很强了哈，但是确实有很多奇怪的杂音哈。不过，我觉得这个杂音阻碍的不多反而支持的讯息还蛮多的。这边有在说他应该，遇到你的时候，他就会有很主动的表现，对你的喜欢会表达的很清晰哈，而且好像能够排除万难，排除其他的人，然后直接往你这边直捣黄龙吗？直接来跟你，因为我觉得这边，因为我翻了蛮多，你们这条路径上面的石头的牌，我要去确定每一个石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阻碍，然后帮你去排解。可是翻出来之后，发现它自然，它也不算是一个石头它反而像是一堆助力，帮助你们相遇哈。所以你们第一次相遇的中间，除了有其他人际关系会阻挡你们快，就是我讲一个简单的啦，就是他本来要来跟你讲话，可是有很多人会拉着他讲话，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很快的就花时间来跟你讲话这样子啦。或是他已经在跟你讲话的时候，然后结果就有其他人也把他拉走，什么就很多奇怪的阻碍。前面有看到这些东西，可是他怎么样，他都还是会靠近你，因为活能量很强，然后他对你的喜欢啊，那个土能量感觉也很强，然后每次跟你讲几句话的时候，觉得非常有交集，这个东西也有出来，然后水能量也有出来，火能量也有出来，土能量也有出来哈。那唯一的风能量是没有在支持你们这个关系的，所以你们对彼此的好奇心跟你们谈话的内容的变化性跟有趣性就会降低。
那是因为这边有太多的奇怪的东西，让你们的对话是一种间歇性的，是一种很容易被打断的，所以中间的那个好奇心跟变化性，我觉得这边就没有出来。可是其他的好的能量，比如说土能量哈，他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对你的确定啊跟笃定，就是很喜欢你的这个感觉就一直在，然后。他一开始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从喜欢爱慕的水能量开始，然后他内在有一个很强的自信心，是觉得，我觉得他也不像是一个自信心，他就是已经看准了，他没那个内在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阻挡他，一定要去认识，一定要去跟你讲话。所以在这组牌哈，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主动性会很强，而且你们的关系应该就会确立到可以试着交往了。他没有前面的什么做朋友什么的，这边都很多哈，而且一开始底牌现况跟这里，我觉得，只是你们的关系上会像是刚认识，可是他想要做到，他想要更往前，他想要表达的更多的，已经不像是一开始见到第一次见面的那一种友好友善跟退一步比较却步比较少的那个人，没有。他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要走到终点，所以走到终点就是说一定要到达跟你告白，或是告诉你说他喜欢你，想要试着跟你交往的那一个位置哦。因为这个四方阻碍的能量却都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牌哈。无论在这关系上需要有什么修正吗？可是这边却是旁边的人却是祝福支持的，也就是说，他那边的朋友，他可能跟他朋友看到你的时候，就跟他讲说，这个人还不错，就立刻你就被推荐了。还有你们的相处上是不是有一些要把自己的个性削弱来认识呢？这边也没有，他说就这边就说就直接去就好了，各种个人的特质都会被欣赏，不需要去做任何修正或什么。然后在强调适应的位置的时候，却是圣杯国王，那就表示说。在要适应的东西之前，就已经有很强的适应力去适应这一段关系跟这一个故事的发展了。所谓要适应，就是说有可能你们的话不投机，所以需要特别去找话；有可能一开始看的时候外在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就要可能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外在打扮或整理一下再去。可是这边都看起来就很顺，你只要出现，他只要出现在你面前，你们的能量就会联系。那还有一个要找到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些错误的第一印象，或是有一些幻觉的时候，这里却。这么强的火能量，告诉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会被照亮。它一个火能量会照亮你们两个人的心境，两个人的灵魂，所以你们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很快的能够理解到彼此最真实的那一面。所以这里对我来说，这整个能量都是顺的。即便这里需要有排解的能量，可是我觉得它完全就被旁边的能量都给盖住了。他这边所讲的那个空间能量，也就只是说你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可能会一直被打扰，很多奇怪的能量会一直被打扰，就这样而已哈。来，然后再加上，如果要走到这份关系，一个搭桥的，你们怎么连接的内在的东西，他却给恋人牌，他就没有任何需要搭桥，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你面前是直通的，他没有什么任何桥，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他从很远的地方走来，原来他不是要来见到你都 OK， 但是他就是到你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要直捣黄龙往你面前去认识你，内在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东西哈。那反过来说，你也会有这个感觉吗？多多少少也有，可是因为他的动作各方面，我觉得都比你在更快。好，我再看一下一些在更深入的东西哈。这里哈，都还是很好的能量了哈。当然了，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内在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快讲了，但是在做表面能谈东西已经谈非常多，但是要进入在更，你们会有一个在进阶，你们这一个认识一开始就已经还不错，它有一个在进阶是你们会越谈越深入，内在的东西会越谈越深入，说关系就会再往上提，这是你们第二次的进阶哦，这边都说，所以它这个有2层的顺利耶哈，这组好，我觉得这关系上是很好的哈。来，我翻一下他现在的现况，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他现在在哪里？他已经要过来了吗？哈，他还离你多远？他大概有多久时间？这个我来帮你看一下。就不够哈，就这样好了。哦。他现在好像有一些自己生活上一些东西需要摆脱，需要摆脱，然后有可能他要换工作、换房子、换环境、换什么。他现在有一个新计划正在打扰他，然后他已经设定好了那个路径了，他就要进去，所以他现在
从这个上面看起来哈，你在它转换之后的那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会出现哈。那一开始的时候，他进去的时候，他还不会立刻看到你了，因为他还有一些适应期，他还要遇到一些比较保守的人，他需要适应那个环境哈。有一些跟他的立场或是跟他的工作有冲突的人，他需要先适应一阵子之后，他才会在生活中交到新的朋友，然后进入一个不错的社群哈。虽然他会被带去一个不错的社群，可是那个社群不是他想要的，但是你就在那个社群的里面成为他的意外惊喜。白话一点讲，就是他会认识一个新朋友啦，他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那边他想交的朋友，他想认识的人，其实并不是他想认识的。可是这些人会带给他一些新的活动、新的交际场合，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会遇到你。但是以时间上来说，他应该还没有出发要往你这里，所以他还有一个时间、季节、月份的转换，还有可能是一个年末年初的一个转换。它转换完之后，进入了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住所都 OK。这里没有特别讲说是工作，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对他人生来讲的是一个新的转换。那个转换一转换完之后，他就会认识新的交圈、新的朋友，然后在那里才会跟你一些联系。所以这个可能要再花2-3个月的时间，它才会出现。然后以这个连续，因为它不可能这个连续是一天就完成了嘛，或是1个礼拜就完成哈，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哈。来，这里都还蛮好的哈。来，我看一下这个。我尽量把东西都讲到就好了，不刻意把它讲的比较长哈。所以有些影片会讲的很快又急，可是比较短，大概10几分钟就讲完了哈。你可以多听几遍哈，或仔细听哈。然后我再看一下这里把。好，这边其实出现一些阻碍了哈，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在第一次会在见面前几次可能会有点不太能够注意到彼此，可是底下实际上有一个很强的能量有连接，但是这个跟这里又对冲，这里有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主动的，可是在这里所谓的没有看到或错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直接的看到，会变成是说那一个场合或是遇到的时候都是很杂的，没有直接看到这个人的存在，可是会有一次是好像你们的朋友关系会拉得比较近的时候。好像不得不去互相介绍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遇到。所以这边在讲的是说，如果是以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在附近游荡的话，当然也有他看到你的时候，那个连接就出来了。因为这边有说力量牌底下有一个很强的连接，其实都有在连接，只是这边有在暗示说，前面几次都会有可能有机会错过了。那这里在讲的是说，其实你们应该没有很远，你们应该已经很近了。那再加上这里来说，他可能要换一个。世界进来这里才认识，我觉得当他已经踏入了他下一个人生的新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你附近了，所以是离得很近。那从这边可以看出来，我觉得应该算工作上的吧，因为我脑海里一直都是工作以外的交际场合，他不是私下去游玩的耶哈。我翻3张来看一下他怎么，都好，这边没有确定说是工作场合的啦哈，但是他这一个新的选择新的领域去，会比他现在的生活再更复杂一点了。这边有说了哈，所以他确实前面的适应要再强一点，然后他走的这个方向，在他人生来讲，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对的方向，所以你会变成是在他觉得他人生选到一个很对的方向里面出现。的喜欢的人，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说奇怪了，好像这一次的选择让他变得比较完整了，好像工作跟爱情都出现了，所以他才会，因为他才刚转换嘛，他才努力的要冲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你又出现了，他就会觉得说，好像他的努力一切都值得，好像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他工作上好像也顺利，他选的这个方向也不错，结果连你都出现了哈，所以他整个能量在这一次转换之后，我觉得能量有逐渐变好。那而且你的能量出现之后，好像还帮他做了一些加分，因为这边都好能量、好能量、好能量、好能量，一直往上变好哈。好，我觉得基于这张牌，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共识。你们在聊天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说未来的价值观、想走的方向啊、个性上然后概念上，其实都还蛮适合的。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共识。两个人很有共识的这个感觉，能量还蛮强的。那其他的一些奇怪的负能量都是外在的，这样，所以他也有可能会有竞争对手，其他的竞争对手喜欢你的、喜欢他的人，也会在这个时候就浮现出来。因为你们两个能量靠近的时候，好像两个人都有一些加分作用，本来彼此的好的特色啊，各方面都会被强化起来，而且有点进入在遇到恋人的状态来说，整个人的神清气爽、神采奕奕的感觉都会散发出来。那只是还要再等一下，大概因为它还有一个流程了哈，
而且这边有讲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其实他来这里，虽然他可以学到很多，得到很多，对他来讲是新的挑战，他适应了，他也适应得过来。可是其实他内心没有很喜欢这个新的领域，也许是工作环境或是新的朋友。可是好像他告诉自己说，这个是他必须来的东西，这样。所以你的出现对他来讲是一盏明灯。好像是一个很亮的星星，突然觉得在这一个他觉得很乏味的环境里面，突然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感觉出现哈。好，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好，看一下。对于这一个题目，我们来看一下3个他的啊。它的本质就是它的灵魂上的形容哈，或是你们2个之间的一个提醒哈，或是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是随机的，看一下，看，其实你应该不是你他我觉得他从另外一个地方往这里来，其实他是做了一个蛮大的决定的啦。他其实不一定觉得说这个是薪水比较多的位置，或是他生活方式比较多的，他只是觉得说比较多的收获，或是品质比较好的。他只是觉得说他必须要做这个选择，要做出改变，所以他这一个部分他其实是很有勇气的，所以他是一个接得住很强大改变的人啦。而且他其实有点忘记。发现他自己内在一直支持他强大力量，是他对于未来世界一种爱的渴望。这边有说，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很爱的渴望的象征在他底下，在酝酿着。所以当你出现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驱动他的力量其实很大的部分是爱，是想要跟恋爱有人有爱着一个人，然后或是被爱的感觉，驱使他往新的未来找。往新的未来走，也许他原本的那个环境里面，他的处在那，他觉得都没有那感觉，可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诠释到，那是一种他很渴望爱，他希望有一个丰富饱满真实的爱的出现。那记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不要要求太高，因为这里有在讲说有一题这个人出现好像会教会你一件事情是。人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是破碎的，人应该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人才是完美的一种样子。追求完美那就是一个错的方向。人本来就是破碎的，有很多表面什么的，有很多面相。我觉得这里在做这个提醒是：第一，这个人应该是很丰富的人；第二，这个人的茁壮或是他强大的自我，可能是来自于他之前的伤痛，他站起来，他把一些悲伤化成力量的感觉，所以。你应该能在他眼神或是跟他相处的时候感受到某些悲伤的感觉，可是你又觉得他的人很坚韧、很有毅力的在存活下，这就是他的魅力的所在哈。那从这个角度，你也要检视一下自己哈，或是认知一下到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或是你太渴望自己是完美，太渴望去把自己雕琢成完美的话，这个方向可能就会错，会让你硬邦邦的。这里有在提醒这个哈，你们2个人的互相的吸引力。大多应该是能够理解彼此的一种真实的那一面，而那真实的那一面，就是因为2个人有很多不完美的面相也展现出来，可是2个人都接得住，而且还喜欢，还有点可爱。好，那这里再说，这张牌比较特别，他讲的是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坏坏的，但是他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个样子，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这里在讲说，表象跟真实的自己那一个距离有点遥远。就是说你跟他第一次见面，或是看到他跟朋友相处的那个表象，这边在说那是表象，真正的他其实不是那个样子。你要花一些时间，或是你要一开始就要有意识到说，不能够以貌取人，或是。以第一次见面的这个短时间就武断一个人的性格或什么，尤其在这个人身上，他真正好的东西，好像真的是在更里面的地方，所以这边才会有一个进阶啦。好，不过从这里看得出来，其实你一开始遇到他说，我觉得你就没有讨厌他，你就还蛮喜欢的，只是你会慢慢发现，为什么你越来越认识他之后，跟你第一印象的感觉会差很多，这是后来你会感觉到的东西，其实而且还会更好。难怪刚前面我说这边会有一次的进阶嘛，你们在了解更深入的时候，感情才会再进阶，所以只会好，还会更好了。这边只是要提醒你要理解这一点，他可能会觉得你可能会被
刚开始认识的他，跟还没有那么熟悉、信任感、安全感还没到那么重的时候，结果误导了自己。好，所以要跳脱他的表面，好，跟他的内在是有很大的差异跟距离的。这个东西先被点破后，提醒你一下。好，那我们来针对一下他其他性格上的东西哈。这些其实已经有点了，可是点的是比较灵魂那方面的啦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里。哇，我觉得我讲很快，就讲要20分钟了，好，表示内容真的很多哈。我本来以为我讲的很快就讲少了哦，果然还是很多。哎，看一下，好，他的性格上各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扛得住各种压力的人啦哈。然后他对人啊，对朋友也很要求公平哦，所以他不会亏待任何人，他也不会偏袒任何人了。我觉得这算是有点死板板了，可是他觉得这个是大家一起相处，是他觉得他人生的内在心理世界的理想，就是要安安稳稳的，每个人都要公平这样子。所以他应该会蛮生气这个社会的一些不公不义啊，或是对弱者弱势族群的关心太少哈，所以。在某方面来说，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他会常常偷偷捐钱，因为他这边有一个不彰显的，他没有那个彰显的个性，他其实有一个很含蓄的个性，他甚至认为做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知道会有一点害羞，害羞会偏向有点丢脸，所以他很多默默帮助别人的事情，他都会偷偷做哈。那回到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对你的好还有很多东西都不会非常显现。都不会非常明显，所以你可能会有时候发现说他已经帮你准备好很多你需要的东西，你以为那些东西一直都没有减少，比如说生活用品啊，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一直在偷偷的在帮他补齐。然后你以为很多东西都好像家里很多东西，或是你去他家，或是他到你家，各方面啦，或是你们未来住在一起，你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弄脏过，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在偷偷的把它弄干净。好，这些小小的付出你都不会发现了。要在比较长的时间，你要仔细的敏感到他所做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为你做很多事情，还有默默的为其他人做很多事情。还有一个人特点是他完全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他不想要邀功。好，甚至他内在有一个比较畸形的感觉，他觉得有点丢脸，懂吗？做好事还会觉得丢脸，这个人的个性很特别哈。好，来这里看到这里来，我来看一下。两个人的一些特别的趋势哈，这里呢，我通常现在最后我都会翻一下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负面的、比较差的，或是需要提醒的东西哈。没有就没有，有就有哈。来看一下，这样好了。没什么讯息，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好了，这边只有在讲说，其实他在外面工作还蛮辛苦，他面对的很多人的事情，然后压力还要面对蛮多压力了哈。他的工作跟他的工作关系上复杂关系上的复杂度还蛮高的，所以他离开那个场合回到家，他其实是很强调一个，我这边没有看到他很强调他需要一个很大的休息啦，而是他很懂把自己置身于两种世界。面对这个社会的生存的时候，他用一种自己的一个样子。可是他回到自己的人生的世界的时候，甚至回到爱情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会想要让这两边没有干扰，而且都拥有彼此的价值。他是这样子分得很开的人了。因为他如果他不这样分开的话，他原本一开始所要求的那一个稳定的感觉，生活安逸稳定的那个安全感，就会被自己击溃了啦。所以他必须让自己好像活在两个世界里。还有他还蛮愿意去承担别人的责任的啦，所以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譬如说谁不想做什么，大家都不想做什么时候，他就会举手说好了，我去做就好了。他不是说他在忍耐，他只是觉得他内在有一种好啦，我就把它承担下来，对他来讲是一种快乐。好，在别人看起来好像是他委屈，可是他没有，他其实内在觉得很快乐，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快感。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朋友哈，那这是今天给你的讯息哦。记得在不同影片有相同讯息的时候，你要把它留意一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现在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那今天的题目是呢，爱神的箭射向谁？哈，爱神的箭射向谁？我们来看一下，5张牌的位置，我看一下，我用这个，好，用这个，好了，用这个来。
看一下今天能捕捉到的讯息哈，来，我的节奏会很快哈，所以我看到得到什么需求就直接跟你们说哈，所以可能它不会非常长哈，看看你15分钟左右应该就会讲完了，好，基本上来看一下9，选择健身前给9，我只能说你们之间的一些。你们未来遇到的时候啦，我觉得会蛮像好朋友的能量往上啦，至于要进到爱情这个节奏来说，似乎有一些，有一些隐形的东西做阻碍哦。可是好像有可以化解哈，我看一下，所以这里没错哈，好。你们可能你们遇到的时候，可能只会有一些关系上的无法确定爱情，可是两个人爱情的感受啊、浓度啊、方向啊，确定两个人想在一起的那个感觉，确实是还是会很明朗的出来。它不太像是会被隐匿起来的那个感觉。它不太像是会被隐匿起来那个感觉。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你们很想在一起，但是发现好像不能现在，或是现在不能说出来，或是你们两个偷偷约会或偷偷想在一起，可是没有告诉任何人啦，因为好像你们的关系上不太适合很快让别人知道，有可能是你的朋友的前任呐、然后你现在才认识，以前都只是出来聊天的时候讲到哈，他不太适合讲出来，那他也有可能是。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然后最近突然有爱情的感觉出来，然后想在一起，可是不好意思跟周遭的朋友讲，他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结果就是你们应该会偷偷的交往相处一段之后，才被别人发现，或是你们自己再讲出来了。因为这里的能量告诉我说，你们两个的协调性其实还蛮好的，各方面啊、契合度啊、能量相处上应该都还蛮好的，而且你们本来就应该会在和谐的相处状况下就会进入爱情啦。好，简单来说，只是确定关系这一件事情比较难，但是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有存在，互相喜欢的一些的吸引力啊，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动力都有出来哈。我看下这，又是这个方向的牌势。你看水能量很高，水能量作为桥梁，水能量作为你们两个人相处，各方面都是很丰沛的。我们之前看过非常多的牌，就是有很好的机会，有很好的相处方式，有很好的第一次见面，可是水能量都不够。也就是说，要立刻进到爱情的那个感觉跟直觉的推动力就都没有出来。可是这一组是你们一见面一遇到的时候，就很想在一起，就觉得应该要在一起。可是它就是有一些现实的现况，让你们两个无法告诉别人，无法确定关系。那这个点这边是没有明讲啦，只是它就有一种难以启齿这份关系的出现的感觉哈。不过我觉得不麻烦或是不严重啦，只是我觉得是你们两个心态上的调整。你们到底有什么挂碍？觉得先。这一组很容易进入暧昧哈，我只能这么说。来，我看一下其他的东西。好，明明你们两个不是暧昧的感觉，可是你们却演绎出来很像暧昧的感觉啦，差不多是这个角度哈。我看一下，可能就是一些这种，你们两个应该很有共识，对于生活对谈各方面很有交集，尤其是人生的方向或是工作的走向，未来想要去哪里，什么各方面比较远的、比较靠近未来的事情是很有交集的。可是你们会塑造出一种在朋友面前好像是个不是很熟、没有很认识的感觉。可是只有你们在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其实你们两个是很有默契的。那这边有一件事在说，你们两个连这件事情都不会互相确定，而是自己心里知道而已哦。那你们对于彼此本身所拥有的条件、外在啊、说话、谈吐啊、背景各方面都很满意，都很喜欢，而且是处在一种敬佩、尊敬、
羡慕、想要学习的感觉，好像有内在还有一点点追不上彼此的感觉，都是你们放在心里的。为什么会一直出现这个现象？因为你们两个很难去确定关系。我讲了，就是可能是旁边的朋友不太，如果知道说你们要在一起，你都会吓一跳，怎么会是你们两个这个组合这样？所以至于这一点，你们两个要在非常坦然的，或是100%诚实的告诉对方自己的心意，或是真的喜欢对方什么的时候，都会有一点收了一手，不太把它讲得很完全。可是明明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又一直知道说这个人跟这个自己真合适，有一种很强的来电的感觉啦，很有吸引力的感觉都会出现。那所以这份关系应该会拖一下哈，因为这边有一个时间感的东西，就是看来时间是你们这份关系的考验啦。所以时间，你这个关系要大概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的，你们才会慢慢的看透、看破，不在乎，只在乎你们两个。这个感觉要慢慢的把它培养出来，才能够让你们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公开，或是让别人知道、官宣这类的啦，比较自然。它就是唯一的考验就是时间。好，因为你们内在都有一种不确定感，但时间会去消磨他们这样，然后它会让你们两个内在浮现一种新的感觉，就是何必在乎这么多？我只想跟这个人在一起，即使别人不认同、不喜欢，但我们两个就要在一起，也有一种为对方牺牲的感觉。可是这里的感觉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太在意，这边有一点点太在意旁边的人觉得怎么样，但我的角度是觉得。只要在没有伤害任何人，不是你去抢别人的关系，或是一些不伦的关系上不伦的这些的，只要不是这种，是很自然的遇到，然后都不需要那么害羞的去公开你们的恋情，因为这个是你们难得遇到的感觉，而且这边看起来正能量还蛮强的，而且尤其是在你们两个遇见的位置是出现节制牌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你们两个人的正能量各方面的好能量是已经到达完整的，可以去实践某种爱情的梦想的那个位置，两个人刚好对齐对到，能量还很协调的状况下，让你们两个这么靠近所以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挂碍或什么，应该要让旁边的人知道说你们非常想在一起，我想就应该会得到祝福。他这个逻辑并不在于那一种关于有负面道德感觉的那个爱情，我觉得这组本来就不是这个，这组讲的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去思考，到底为什么羞于去告诉别人你们两个是互相喜欢的，这点要自己去突破因为这里一开始这个权杖9就有这个非常强的感觉，因为它后面还有连10嘛，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前后影响。他前面还有8，还有10，都是火能量很强，而且你心里知道你是渴望被祝福的，也心里也知道也会有人祝福你。可是为什么到这里就觉得说公开这份关系变得很沉重，好像自己就接不住？到底是什么杂音在你脑海里？你要想清楚其实能量上来说都是好的，尤其我在核心的牌里面看到的是节制牌，这个是非常高度的祝福，而且没有什么难关，没有什么难题。对于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自己内在有一些心魔了这个比较难，这一题比较难解啦。我帮你看一下，我直接去针对一些东西好，我看这里好了，这里会有一个东西，然后这里会有一个东西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如何过去，然后这里会有一个路径，告诉你们怎么去了哪里来，他说：“其实你们两个是没有距离的，而且你们俩是高度协调的，而且你们两个还能够随时当彼此的反面，互相资助对方。你们两个是互补性很高的人，而且平衡感也非常高。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高度的宁静感、安全感、舒适感，远离尘嚣的感觉。但是唯一打扰你们的东西就是内在的某种不安感，而那个不安感不会无来由的在那里了，而是可能是对于爱情的出现或是爱情的接近的时候，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接住。可是这里一直在暗示，这里都在暗示说，你要意识到说你们两个是非常合适的。那
记得要突破内在那个不安。我跟你说，这题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这一个人靠近你的时候，反而对于爱情的那种不信任感、那个无助感、那个以前所创造出来的挫折感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会在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会被拉回来，会被回忆起来了。那就表示这一个人的优点跟好，有点类似你之前的爱情。所以他那一个不好的感觉连带一起带来了，所以这边才说你要克服起来。其实要相信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比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而且会保持非常平静、冷静、安定的感觉，不会因为这种类似的、类似以前过往的伤害的熟悉的感觉而去破坏掉。好，那你唯一最有智慧的、最有窍门的点，就是说要好好的去面对你对于未来未知的那个不安感所造成内在的那个心魔，要把它克服掉。要把它克服掉，那是一个你自己个人内在的一个战争。这些东西都克服掉，你思维到这是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一个新的人，说你就会进到新的世界、新的境界里了。它的路径是这样子啦，你们两个人都有，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是彼此一直以来很一致的理想的那一个人。可是因为你们以前有遇过了，可是结果却不好，所以这个就有点这个类似的条件跟类似的人出现的时候，就会被你们有点打扣分。可是毕竟又出现了，所以这一次会连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感觉也会一起进来。好，只是这边有一些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哈。明天永远都是全新的啦哈，不要把过去的东西带来今天了哈。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双胞胎，他们也只是相似，他们不是相同。好，这边有说你们底下确实有一个超强的致命吸引力啦哈，在底下一个很隐晦的位置有你们，但是你们无法去回避啦哈。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克服掉的话，其实你们两个会慢慢的刻意把你们两个的距离拉远了，要小心这个哈，因为这个关系好像出现的得来不易哈，你们两个的能量各方面、性格方面都还蛮契合的，而且外在啊各方面，外在内在都很互相彼此吸引啦，可是只是。确实是有一个很吵的小声音，会让你们觉得这份爱情好像很难确定下来。这个内在的东西要克服一下哦。这题有点难哦，因为它必须要你去找到你内在的那个东西哦。好，来，那我翻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了哈，帮你看一下他现在在哪，离你多远哈，大概在什么环境会遇到他哈。因为有的时候前面翻的东西都比较抽象，他要到比较具体的可能。就是要先把这些讲完，然后我再跳脱出来看这一区哈。来，我跳脱出来看这一区。好，看一下这一叠。哦，他在路上，而且你们中间有很强的联系，把你们拉进来了哈。然后目前看起来没有确定是已经认识还是不认识的，没有确定这件事情。可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应该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爆发点，让你们两个走得非常近，可能是一次的交际的约会，然后就朋友的聚会里面，然后。你们会达到某一种更好的共识，就是把节制牌这个能量弄起来哈。这边其实讯息也是很杂的哈，没有特别说是工作环境或什么啦，但是确实是还是一个交际场合。它有可能是工作之后的一个交际场合，大家应酬的，但那也有可能是就去认识新朋友的这样。只能说这里给的讯息很淡，那你要遇到他，确实需要还是要多去跟朋友一起出去哈。我跟你说，跟朋友出去去认识到这个人，遇到这个人是很基本的东西。你一直在家里就不会遇到，你一定就要去，然后这个联系才会比较，这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翻的时候被强调这一点，他就是要告诉你说，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相遇的那一刻，灵魂连接、身心连接、能量连接的那一刻是非常重要的。他会在那一次很近的连接的时候，就会蹦出一些能量，好。所以，看讯息是散开来，它没有一个集中的。哦、总之啦，你们两个也没有一个对齐的能量，但是这里都说有一个蛮强的连接已经连住了。
可能就是有一个别的故事线，跟你们两个人的故事线不同，然后他在那边走，可能会走到某一个事件点的时候，会把你们两个都叫去邀约，然后两个那个时候就会遇到。我必须说，你们两个在那一次见面，我们先姑且说你们是不认识的好了。你们在那一次见面的时候，表面上是没有那一种很强的热能量爆发的感觉，就是你们都会说藏得起，都会藏一下自己对对方的很强烈的喜欢，可是心底内在两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喜欢对方，而且也感觉到对方很喜欢自己，可是，在表达上却没有同步，会有点冷冷的。可是彼此心里就一直很确定说，我确定这个人很喜欢我，为什么表达的没有到那个点？会有这个讯息。好，但是表面上的那一个表现的不够足够，并没有办法抵消或淹没你们心里的那一个连接知觉了。所以我只能说，你已经看牌了，我就告诉你说，当你发现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尽可能的表达出来你对他的喜欢，表达的比较明确一点，因为这会让对方给你一个相同的回应。我觉得这样子确定关系，确定这个比较快啦。那虽然这边你们两个都会有想隐藏你们对彼此的喜欢，可能是周遭的声音，我觉得先隐藏没有关系啦，等你们两个觉得对的时间的时候，再慢慢让旁边的人知道就好了。那你们两个自己彼此私下保持比较好的联络也可以，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官宣啦，没有一定要了哈，让别人慢慢发现，没有一定，你跟谁在一起，跟谁谈恋爱，没有一定要对谁负责去报告，反正你也没有要伤害别人，跟谁在一起没有伤害别人啦。如果是会伤害别人，都不在我们的讨论里面哈。好，记得这边翻出来内在的心魔蛮重的对于很奇妙啦。我们常常会翻到说，而且我们常常会翻到说，你明明就来看一个爱情的出现，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在爱情真的出现的时候都接不住？这个也是蛮难解的啦，就是你可能要好好的回忆一下自己在之前的恋情里面，在心底打的结为什么没有打开，或是它不需要打开，但你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在比较遥远、比较看不到的盒子里就好了？不用每一次未来再遇到谁的时候拿出来对照对比了，不需要了。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在内在要柔化一点、软化一点记得比较是减分的快乐这件事情要注意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3张牌来。我觉得翻这个好了，我翻动物灵卡来让你看一下，帮你捕捉一下这一个人有一些灵魂的面相是什么样。你跟他相遇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特点出来的应该就是他了3张牌看一下。这个人他蛮在乎生活的安全感，蛮在乎生活的品味所以你去他家，或是他跟你聊家具，或跟他们说，他其实还蛮挑剔的。然后他家里应该还蛮干净的他喜欢某一种安全感跟简洁、简易的感觉，这是他不喜欢很复杂，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够复杂了，生意已经够复杂了，他希望他自己所在的宁静的小空间应该是要更干净，东西越少越好。所以如果你有一天能有机会到他家，发现说他对于他的生活的装饰的东西没有那么多，而且功能性会比较强，不能说不浪漫，可是你会发现他对于东西的挑选的精致度有要求他是这样子。好，再来这张牌很特别，他现在在讲说，他现在的人生的状况算是不上不下的，离他所想要走的梦想，或者他想去的地方来说，现在是卡住的，但是他也没有后退，他现在正在找方法。所以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他自己生活里面的烦恼，可是他不会跟你讲，只是你应该会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可以更快乐，但他没有展现出来，或是他现在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快乐，就是说你看得出来他的个性各方面，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应该是很快乐的，可是你在他内在却还是感觉到某种愁容啦。这是他现在的状况。好，是，
那你慢慢相处久了，或是跟他比较内容，你会发现，聊天比较有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是个小孩子，他其实很淘气，他其实很幼稚。可是他为了各种生活的生存，或是他想达到目标的时候，他让自己变得比较像大人，可是他本质上其实比较幼稚的。所以你跟他相处，会发现他是一个可能喜欢打电动啊，可能会喜欢可爱的东西啊，喜欢小朋友的东西，他喜欢他小时候童年的时候的那种快乐，他其实很怀念那些东西。所以在某一个方面来说，你会发现说他好像有点不是很满意现在的自己，或是不是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他好像看起来很成功，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对，可是他就觉得那只是生存，那不是他本来的自己。这个部分你可能会在身上看到某些挣扎。那这3张牌给的讯息是，当你第一天认识他或是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会展现出这个特质，你应该会发现他可能就可以对照到这里。那这几个点你应该都会蛮喜欢的，因为它有产生出某种很不错的魅力。好，这里有它展现出一些不错的魅力。好，再看这里，这3张就是给这份关系出现的时候，或是给这个确定爱情节的那个心魔的一些小建议，看他怎么，好吧？看一下。这里他其实是一个有老二哲学的人，就是说他不喜欢当主角，他喜欢当配角，然后他喜欢他的个性，他喜欢让别人主角很出众这样，但他不喜欢彰显自己，所以他不喜欢露脸啦。他不喜欢让别人，无论他做好，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事情，或是帮助别人，他都会是匿名的那一种。尤其他可能会捐钱，会帮助别人，他都会是匿名的那一种。他就是觉得有些东西是应该的，不应该是因为他东西变好，没有，他觉得东西事物什么都应该变好就变好，跟他没有关系。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你应该说他算谦虚嘛，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没有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多特别重要了。在他的一些某些价值观的感觉上面，应该是往这个比较特别啦。那他其实很愿意帮助别人，他其实也很愿意跟别人聊很多他自己的事情，这样。所以你跟他相遇的时候，他应该会发觉到你有一些内心的困扰，或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试着去帮你想方法，他会让你觉得很安心，他会让你觉得说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某些事情，他有这个功能。所以他旁边应该有蛮多人喜欢找他聊天的，而且都不是而且找他希望给一些生活灵魂上的建议，因为他这个人感觉好像在心灵治愈大家的能力还蛮好的。他应该能够很容易讲出一些金玉良言啦。主要是因为，就像我刚说的这里因为他处在一种老二哲学，以一种绝对的旁观者的概念去看待所有事情，所以他是非常客观的。所以他给予每个人在语言上、精神上的帮助的时候，也是非常客观的，而且是没有偏袒的。所以很容易就打动人，也能够讲中，也能够一刀见血，可是却能够产生非常强而有力、快速的治愈能力治愈他人的能力那再来这里，基于这2点，再加上这点，他的说话能力也很好。他应该很喜欢念书，他在读书各方面的时候学会很多条理分明的东西，所以他分门别类、归类很多东西的能力也很强。所以他在聊天讲话的时候口才也很好，你不会觉得他支支吾吾东想西想的，然后造句什么的前文不问后句这样。你会在他讲完一堆东西的时候找到其中的脉络。也许东西很支离破碎，可是你听完回家，然后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核心思维在哪里。所以其实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会学到蛮多东西的，而且其实也蛮安心的。所以回到这里我大概知道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很强的契合感，因为他应该有帮你补足很多你内在想听的声音，而且他能够具体化告诉你，而且他还能够察觉你的缺陷、你的缺少，不能说缺陷你的缺少，而且他也很想要靠近你，帮助你，这就是他冲来你面前的那一个很强的动力。那你们2个会误以为这是你们2个的契合，其实是一种需要。一个人需要被听到，一个人需要去告诉别人。这不是上或下或是谁强而弱，而是这2个人就配对的很准确。这是你们2个感觉上一种特殊的连结啦。只是
我看到这里最后，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早早就有认识了，只是就在某一次的对谈之中，找到了一个更高度、更高级的契合感。也因为这样子，你们发现你们两个有爱情的可能，所以无法告诉别人，因为很难告诉周遭人说为什么两个现在才在一起，为什么两个现在喜欢了，可能中间是有这个杂音了哈。这个问题你可能要再想一下，他这里有很强的杂音是，好像这份爱情你们两个人都有一点点不太确定周遭的人会不会认可，但是重点是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的认可，或是他们的认可跟你们两个彼此的感情的重量哪个比较重？这个其实可以突破，可是你要找到那一个柔软的点。好、柔软点就是说这两边的想法都没有特别强硬的话，它应该有一种柔软结合的方式吧。好，这个你要把它想一下，不然也 OK 啦，你们两个可以躲在两个人小小的世界上也没有关系。好，来这边我再针对他的个性再翻一些更准确的细节哈。好，那这边我觉得这里看到的特点，其实前面都还蛮讲，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他希望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可以承担很多压力的人啦哈，所以我觉得他的抗压性还蛮好的，他的抗压性，而且他很奇妙哈，他除了我刚刚讲他可能很爱读书之外，他其实也很爱赚钱。他喜欢他的生活里面各种资源都是很丰沛的，知识、心理上的资源啊，生活上的资源都很丰沛。其实他是一个很热情、热衷于让他的生活很丰沛的，无论是在物质跟心灵，他都有哈。那很奇妙的是，当你们的爱情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契合度，他觉得你本来就应该融入他的世界，或是本来就应该在他的世界里面哈。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把你照顾得很好，可是他又好像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他好像很独立，你好像会觉得很难进入他的世界，可是你又觉得很奇怪，好像你很难进入他的世界，可是你又被包含在他的世界里面照顾，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啦。所以你们的关系里面，除了他常常挖掘你心里的东西，你告诉他很多心里的东西被破解了，很觉得很舒适。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心里应该有很多别的可以挖掘的。需要你治愈的东西，不需要太聪明，不需要太智慧，好像他心里有一些黑暗面的东西被藏得很深，然后都被藏在所谓的生存之后，而不是生命里面。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们关系要再更进阶的话，可能你要去试着去探索他内在蛮多阴暗面或是不想讲的东西，点到一点点就好了，让他知道说你有注意到他内在有这个角度，他应该会找别的方式来跟你分享这个东西。但是因为他自己独立性强烈的能量跟行动力很强，就是他会表现得非常，我自己一个人活着也没有关系，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这种感觉很强。可是他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有人听见他内心的某种呐喊的。那我想他会选你，他会喜欢你，主要好像内在某一种潜意识也知道说你是听得懂的人，是听得到的人。好，大概是这样。2号牌我觉得蛮难的，2号我觉得解的蛮难的。好，但是希望有给你一些不错的讯息啦。好，那就这样哈。那记得在不同影片里面有相同的讯息，你要留意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接下来看选择第3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爱神的箭射向谁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信号从哪里去哈？从这张好了。好吧。好，5张哈，来看一下整个方向。好，如果讲得很顺，时间就会变得比较短了哈。好，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很顺利，他没有卡住，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有非常难的题目出来，像2号牌，你可以好奇去看一下，它非常复杂，讲了30分钟，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没有讲得很清楚。希望3号牌比较好。那你在别的影片看到的同样的讯息跟这里有重叠的话，记得要留意一下。来。看一
下。哦，恋人牌，直接出恋人牌，不是说这个爱情是一定会达成或什么。通常我们定题目就是已经告诉你说这个爱情会达成，只是恋人牌告诉你的时候是急速的、快速的。它有个好坏缺点，好处是你会感觉到很明确的出现，坏处是它有可能就只有明确的感觉到，然后就一闪而过，后面要靠你更多的物理性联络，留下联络方式，再更把它邀约出来，创造见面的机会才会持续下去。这是恋人牌的优缺点。所以通常看到恋人牌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初步见面跟首次的印象。但是它的延续性就很弱，因为它很像急速的风，好像就是突如其来夏天的一个狂风，吹来就没有了。可是吹走了什么，你没有确定。好，也许它吹给你的是一个好的方向，可是你没有确定。你没有意识到那个风来了，也许是等一下就要台风来了，也许就是一个炎热的夏天里面一个凉风来了，等一下就阴雨天，你没有发现那个方向，这就是那个疾风所带来的一个讯息，它在给你方向，可是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跟观察去把它找到后面你该走的路，这个就是指恋人牌。但是终究来讲，它的好能量还是很多，它好能量还是很多哈。来，我来从它旁边来翻出一些更好的东西哈，我看一下。这边可以看到说你们两个的关系上面的交集啊，各方面的连接，好的东西，我们先把好的东西都看一下哈。好，然后还有这个位置哈，还有这里哦，好，这个比较难的，我先看一下这个。哦，这边说了，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你工作上认识的人哦。你们可能会在认识上、工作上相遇，然后互相喜欢哦。因为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要探讨说，你们是否有工作关系，或是有工作的连接，或是你们两个工作范围的差异。从这边来讲，你们应该工作性质是不同位置、不同方向，可是在工作的场合或什么会遇见哈。然后一遇到的时候，你们谈论的话题跟有交集的地方就是工作的跟生活的，而不是爱情的。可是你们会在这个东西的很多的交集之中，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可以很适合生活在一起。确定了跟看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未来的那个画面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的时候，才对彼此的喜欢会出来。这个恋人牌的能量就会在这个地方着陆，就是在于你们对于未来的想象、生活的交集、各方面的品味、各方面很有同感之后，内在那种慢慢的爱情的能量就从很小的地方出来。可是这一阵风有把你们吹进在一起，所以你们应该在有谈话交集之前，可能在外在各方面一看到就觉得这个人很顺眼，很乐意跟这个人交谈，才会发现后面的这一些东西了哈。来，我再看一下这里，你们喜欢谈论很多难以预测的东西，没有答案的东西，这是你们两个人觉得彼此很有趣的地方。好，那在很多方面，你们两个人的特色、跟特长、跟才能、跟优点都是彼此身上没有的，所以彼此会有一种仰慕的感觉，有一种尊敬的感觉，觉得很崇拜的感觉。可是这是互相的，你们没有谁比较崇拜谁或什么，你们两个都有彼此没有的特别的东西，而是自己需要的。该说互补吗？这边没有那个互补性，它比较像是一种你错过的东西，却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那再往这里去的话。这里是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们这里有心灵上感受上有一种好像以前失去的、以前的遗憾，在这个人身上被补足。这里已经有一次了，这里却又有一种心灵上的。所以你们在交谈的时候，好像以前内在有一些伤害或挫折感，好像没有被人理解的，没有被修复的，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却被理解，却被修复了。所以你们的关系上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层联系绑在一起了。譬如说，对于未来生活的品味跟生活的方式、生活感有连接在一起。再来，你们对彼此的那种崇拜，跟这个人身上有的你渴望的优点，在彼此身上都有出来，这两个。第三个是，没想到在往内心里在谈论一些过往的伤害的时候，结果也被理解。他这种三重理解，让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或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就被绑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强的连接能量了哈。所以这边看完之后，我反而比较不担心恋人牌所说，我刚告诉你说那个连续性、那个持续的能量没有在你们的主动方面把它持续下去，没有。这三条线都已经告诉我说，你们会自然而然就没办法离开
这个人的存在感了，因为你们都已经需要这个人存在了，你们互相都能够解惑帮忙，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谈天对象，而且是各种角度都能够聊。在某方面来说，他可能会从一个爱人的恋人的感觉做起点，可是他到后面更长的延续性来说，他可能会走向 soul mate 灵魂伴侣这个角度，好，会走到那个角度来。哦，你们会在这边又再次讲了一件事情是，你们会在工作的场合遇见，可是你们的工作好像没有相关，而且这里有在偷偷说，这一份工作场合好像是你平常不太会接触的，有一种好奇的，有一种不是为了你现在所的工作去做功课的去参加的会议，它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场合，没有去过的，很陌生的。所以这一个人基本上跟你所擅长的领域应该不同，也是一种很陌生、很新奇的接触，所以们才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他在某一个角度上在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在之前在你的生活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好，那整个能量的走向是好的啦，也就是说，其实偷偷的在底下有一个能量把你们两个推到这一个特别的事件点，所以记得这边再提醒你一件事情是，可能会有某些邀约，或是有某些会议或什么的，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反弹，或是不想去，觉得太陌生，你不擅长，觉得很烦的这一个逆向的能量出现的时候，反而就是它可能会出现的位置，而且是有意外惊喜的，你可以去尝试。所以这里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工作上可能有某些挑战，你可能要去挑战一下。它可能就在那个意外的惊喜场合里面出现，因为它现在不在你的舒适圈里哈，或是你熟悉的环境里。这边有说，确实是需要再走一下，需要去探查一下。它在一个你比较难去触摸到的。比较不同、比较难、你不擅长的领域里面，然后你必须要去跨越，你必须要去行走看看，这是那一个你们两个相遇的桥哈。那这一条路跟这个挑战，需要比你现在再更聪明一点才能够面对，才能够解决的。反正这一个人的出现有一点点需要，因为某种你对于自我提升的新挑战的面对跟选择之后，才会浮现出来。因为这个人跟你的差异点是一个门，而后面的相同点，必须要先经过这一个差异的误解，才会意识到你们有多相同。所以这个是一个门，它是一个空间上你们是在不同世界的人。感觉上你们是在不同世界的人，你们所擅长的东西也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可是排除掉这些之后，后来才发现说，你们的交集有各种的，用各种方式去连接，有卡榫的那一种木头造房子的那种卡榫的，不需要钉子那种卡榫的，它是一种互助型的卡榫。它有一种是互补型的，是一种缺陷型的，要形成一个圆的，各占50-50的互补型的。还有一种是对彼此的好奇心的探究，是你本身天生就所缺陷的那些能力的，而对方有，而且是你想向往的，你也愿意去学习所得到的。比如说语言，可是对方语言就很好，你觉得你学语言你怎么学都，学一个语言就学得很辛苦了，可是对方却会4种语言，他好像就觉得很学什么都他找到那个诀窍，这是你没有的。但是你身上也有可能有某一些直觉或者处理金钱的方面的概念的时候，你能够敏感到能够对钱的走向或什么办，这比喻啦哈，然后你很强，可是对方却没有你那么强的敏感度，所以你们两个就对彼此有一个这样子的向往跟崇拜，这是另外一条线。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靠着很多种的结合方式，就我讲再更白话一点啦哈，缝衣服。可能也是把2块布缝在一起，这是一个结合；用胶水把2张纸粘在一起，这是一种结合；用订书机把2张纸钉在一起，一种结合。就是说，有很多方法可以把2个物件结合在一起。也许只需要一种，可是你们两个却有很多种可以让你们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们是很复合型的。所以我才会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不只是走到恋人，他可能会走到 soul mate，因为你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这世界上非常多的东西。其实你们两个相处起来丰富性很高啦。这边你看，这边也是，你们还能够显化出一个新的，你们有可能还能够一起做一些事业，新的事业、新的被动收入这些的，这些都是
你们可以合作做很多东西，然后你们彼此也算是很独立，就是说你们两个未来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说一定要住在一起，你们两个可以住在自己的空间里，却也不会影响，然后还能够觉得彼此有彼此的空间还蛮不错的，然后你们在生活上见面的次数也很高，甚至也有可能会一起工作哦，因为你们两个各方面的节奏各方面都很契合啦，其实真的很契合，风水火土各方面都很契合，所以你们能够创造很多新的东西啦。新的公司、新的事业、新的被动收入，这是钱的哈，或是一起去新的旅游哈，风能量的一起去旅游，各方面去旅游一些两个自己不想去的地方，这样子哈，然后也可能会参加一些新的活动、新的课程、火能量的哈，新的运动一起去学习这样子，好，各方面的都有哈，土能量就刚刚讲一起去赚钱这样，好。那也有可能说水能量的话，一起去学艺术啊，一起做一些心灵课程一起去学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两个人本来没有很深入，可以你带他或他带你这样子，所以各种都可以，你们俩可以创造出别的路啦。第三组很奇妙了哈，我们常常在算牌的算到第三组，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大好的就是说，突然前面好像前两组的杂质都被分类掉了，所以才会清出第三条路，好像非常契合的。哦，可是大坏就变成说，可能前两组都很好，就在第三组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好的东西都留在第三组这样。所以我不是在暗示你们说，你们如果要一个比较风险比较高、比较特别有惊喜的，要选第三组，而是常常这样算下来，第三组都会有这个状况哈。如果你常常选第三组，你可以一直持续选，它可能会有一些雷同的讯息会一直不断出现。哦，好，大致上是这样了哈。小小的总结来说，这个人你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发展。关系上的发展节奏应该还蛮快的。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简单的，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情况如何？哦，你们见面的时间现在离现在来说，跟接下来说是短还是要再等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哦，还没认识，还没有出现，还有一段距离后，然后这边有偷偷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快认识彼此后，可能要见面过几次之后，才会达到一些比较强的共识哈。而且你们确实是在工作上认识，这边有说，然后我先说。你们应该会以一种不是很在乎的朋友关系遇到，然后可能会在某些真的有契合的话题里面讲到的时候，才会开始蹦出这些后面的契合程度。但是要记得，太阳牌有在开始做垫底哈，他讲的是说，这整个能量是一直很正能量的往好的方向走去，而且显化出具体的关系，所以过程不重要。它只是一个顺序而已，这边只是在强调过程中，你们一开始见到的时候没有那么立刻爆发的火花，它一定是要在某个交集，这种工作生活上的交集，谈到自己深的东西之后，你们的交集才会出来，不然它会一直被埋没在应该是工作场合里面，只是不同工作项目或是其他公司跟你技能很遥远的一个角色而已，没有很强的连接。他一定要有对谈，聊到私下的东西，这样。所以这边在提示说，如果你有机会在跟任何人聊天，说尽量聊天，去了解别人的故事，好奇一下别人的故事，看看能聊多深哈，它会产生一种还不错的交集。这样子你可能就会在触碰到他的时候，这个东西门就打开了，好吗？好，来看一下这里3张后，对于这份关系或是他这个人的一个提示。好，然后在动物牌的3张，好，先翻了，因为怕我会忘记讲。好，3张，哎呦，4张，那就4张吧。好，先把动物讲完哈。他是一个很能承受失败的人。好，我来讲，他这个人失败的，他永远都能够重新站起来，所以他每一次都在挫折感或在失败中学到很强，所以他每一次的失败，所以他是一个不害怕失败的人，所以他会是一个是创新的人，愿意去挑战新东西的人，然后他每一次都会得到全新的能量、全新的经验，所以他是一个正面思维非常强悍的人。那再来就是他有一种。他还蛮向往生活的一种安全感啦，好，
虽然他看起来像很挑战、很冒险，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找答案。他对于一些未知的东西，他想要知道答案，他会想要去接近，因为找到答案或是接近答案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他的生活的安定的感觉在哪里。他不喜欢很多东西都处在一种未知的状况，所以这件事情会促使他推促他去做更多的挑战，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跟太多的无知，他不想要一直处在这种方式生活下去，所以他对世界的好奇心各方面都很强。但是其实他本质上是追求那一种有答案的安定感。再来这里的话，这张牌出来的话，我都会觉得他现况，他现在应该生活上、工作上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所以他现在真的困境里面，在不上不下里面。但是，所以他现在的能量各方面应该有点比较低一点，哦，所以也只能说近期现在这个情况，好像你们还蛮不适合见面的。所以你们下次你们再见面，或是这个逻辑出现，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哈。我看一下，刚前面我们看的时间。我是觉得你们应该已经有遇到了啦，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没有对彼此有很在意的感觉出现，就是说这个人还没有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出现在你生活里。可是我觉得这边有看出来，好像已经在附近了。可是他那个幻觉、那个迷雾、那个很奇怪的隐形的墙还在哦。慢慢的，这边有说，慢慢的。应该你们中间有一些东西会被清除干净了。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说，当你们两个能量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范围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好像会慢慢的有些东西被扫干净之后，你们会慢慢的出现在彼此的眼前了。所以这两张牌脱离了看他人的内心，他好像在告诉我说，你们其实已经都很近了，在附近，可是一直有一种看不到、看不清楚，没有意识到这个跟你有连接的人就在旁边的这个东西都还在，所以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让每个人或是你附近的人的故事线都走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想应该会有特别的事件把你们两个拉得非常近，然后你们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对谈，才会发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交集的东西了。因为我看这底下交集的东西很多啊，我觉得你们是很天生一对耶。无论是走到爱情或者走到soul mate都很合适的一个对象，但是现在好像前面有一些东西先挡住，要等一点时间，而且这一个等不是说你们要主动去清理，好像只需要时间去，反正时间好像会去洗刷一些，不知道，我觉得这边的定义是没有办法用你们的只感受上没有要你们靠你们自己的能量去做介入所以我才说你们只需要时间，因为时间是你们最不能控制的东西啦。好，这里我看一下，他的人一旦进入爱情之后，他是非常忠诚的人，他不太分心，他也不太会去看别人。然后当他选定他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他就会非常忠诚忠心可是对于他要选定这件事情，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要求自己最高的自己给别人。好，这件事情在他的忠诚的等级上是相同的。我觉得他不太会去要求你，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在乎自己内在的品质的高低，这样，所以他会。他就算真的很喜欢你，他很想跟你在一起，可是他会先确定自己够不够好了，才会跟你告白，才会去面对爱情这个东西。再来，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说，他生活物质上面的追求很高哦，他很喜欢提升自己生活上面的品质所以他买的东西可能会越买越好。但是为了要越买越好，他对他的工作各方面的要求也很高，他会希望一直进步。他不会眼高手低，但是他会希望他所有的努力都有转换成物质上的品质的提升啦。所以你可以看他用的东西跟他买东西的速度，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过得满不满意了。这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东西。再来，这个就比较难解了我觉得这里。他是一个很强的付出状态啦，这里跟前面都没有提到，这是他内心很深的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觉得他真正的快乐是给予别人，他其实没有需要别人回馈他，他其实一直很难说出口的是，
他其实帮助别人、给予别人、捐献别人，或者对你好、对你付出爱，他其实都没有想要一些回馈。所以当别人反过来对他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想接受，可是他已经学会说要接受，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可是他心里没有因为接受别人的好而快乐，他真正的快乐是在于给予。好，这是他很内在的一个很奇怪的灰色地带了。那这边有讲出来，可是如果你未来跟人相处或什么，你发现这一块的时候，不要说破，因为这一块非常难解释。拥有这个特性的人，他也非常难解释。好，但是在这个路径上，他已经学会了要去接受别人的回馈，但是其实相对起来，他付出给别人的都更多。他是一个享受于支援别人、给予别人很多的，但是他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炫富或是一种权力的彰显。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他会抢着付钱，他并不是因为他想要觉得说他的权力比较大，他年纪比较大，或是他赚的钱比较多，他不是，他是很难以启齿告诉别人说，没有，我觉得付钱我很快乐。跟你们没有关系，这一件事情他很难表达哦，就是基于这个原则了。所以跟他相处那天发现说，如果他想给你任何东西什么，你就接受就好了。因为那个就是据点，你接受完之后就据点了，没有需要在后面哦，你再自己去想办法拿别人东西再去给他，但他会有很高的几率他不想要，他会不接受，那就看他其他的个性他怎么去圆融这件事情啊。基本上他会接受，可是先告诉你他没有那么多快乐。哦，这个地方就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了。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因为有时候都已经重复讲，我可能就把淡化这边的讯息哈，但是我还是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边有时候会突破一些盲点哈。哦，我看一下，好，果然哈，我在这里看到了他那一个为何会有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很无私的人，他比较没有自己。应该说比较没有想要对自己怎么样，他喜欢塑造的某一种他所待的世界是美好的、高品质的。可是他其实本身他没有所谓的要对自己多好，他只是喜欢他眼前摸得到一些比较肤浅的物质东西，看起来很好就好了。所以他有时候会把他自己身上所多余的东西，或是觉得他多拿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他会送给别人，然后对其他人好。所以这两点就会。感觉找得到一些答案了，他是一个很无私的人啦，所以他才会多付，就只能这个地方有比较能够说得通的点啦哈，但这个地方都不要说破了哈，所以你就好好的欣赏他怎么去对大家好，然后也不要去提醒他说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其实因为他不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哈。那这个就是他人生所寻找的价值，可是必须到他比较老了、比较成熟了，遇到一些事情，他才发现说这是他所追求的。但他的人生并不会因为想要追求这种无私的感觉，或者对别人付出的感觉，其中所带来的快乐，而一直都人生都在追求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比较像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那个快乐可能会在他做梦的时候才会被他演绎出来说，哦，给予别人，然后他是快乐。他在做梦的时候可能会演绎出来，可是在他的真正的生活里面，可能不会被强调这个东西，但是他是照一个本能跟无意识的状态去表达出来的。所以也不要去点破，不要去说破，因为有可能会打乱他内在的某种秩序，因为他觉得这个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把它着重或者具体的去分析出来。他有点像是他本能上就会做到这个哈。无论是这里，其实都在讲这一件事情哈。那这里比较特别，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生活，他努力有些东西，他会希望把它一直越买越好，越来越好，是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物质的东西有很多细节是有等级的。当他有能力的，他希望能够享受或是能够接触到所谓细节的更高极致的细节啦，比如说买车啊、买衣服啊，他知道衣服价位就是有差别，质料、缝线各方面他就有差别，所以他会想要去知道那个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前面说的，他不想活在一个不知道答案的世界里，所以对于这种小东西、物品的东西的好坏，他也想知道答案。他想知道说，为什么同样是衣服有分贵的跟便宜的？原来是因为内在的品质跟细节跟其他的人的努力跟这个 idea 这个想法是高级的。他想知道，但他不是为了要去享受，他的方向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你回到这里嘛，他其实常常会他的那个无私的心态会常常让他觉得说，他一直如果他能力很好，他就表示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多拿很多东西，所以他是一个会偷偷捐钱的人，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会捐很多，或是关心很多东西，但是你不会知道，因为他不想告诉别人，他不会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他自己世界的那一个品质的要求。好，
大概是这样了哈。3号牌的朋友，好，因为这牌还蛮顺的啦，你们只要能够突破了那一个对话的关卡之后，你们两个各方面的契合度就很高，所以这个契合度很高很顺利，所以我就这边就讲到那里就好，所以我这边就帮你比较挖掘一些他内在的个性的部分。那个性的部分是要让你知道说，当你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这个特质如果出现在你眼前的话，那就表示今天3号牌的人就是他。你可以照着这个逻辑去观察一下哈。那3号牌我有意识到跟其他影片有重叠的讯息有出现过、如果你常常选到3号牌，都选到这个讯息，你留意一下那个重复讯息。好，那就这样哈。那好，祝福你们哦，谢谢你来听。